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趙麗穎曾說劉宇寧一臉滄桑，不愧是趙小刀。趙麗穎一句滄桑寫在臉上引熱議。當趙小刀遇見暖心迷弟劉宇寧，兩種逆襲人生的真實交匯。在娛樂圈這個更新速度以天為單位的名利場中，真正能被觀眾記住並持續獲得認可的藝人，從來都不是靠運氣站上高位的人，而是那些在時間和現實的磨礪中一步一步走出來的人。趙麗穎與劉宇寧恰恰就是這樣的兩個人，一個是從農村走出，被無數觀眾稱為現實版大女主的頂流女演員，一個是從街頭直播間一路唱到舞台中央的草根逆襲型藝人。他們的人生軌跡不同，卻在努力、真實、不服輸這幾個關鍵詞上高度重合。而一段綜藝中的小插曲，趙麗穎那句被廣泛傳播的"你這個滄桑"都寫在臉上了，也讓這兩位藝人的關係被更多觀眾重新看見、重新理解。一句話出圈，趙小刀依舊是那個不拐彎抹角的趙麗穎。提起趙麗穎，粉絲和路人往往會想到兩個極具反差的標籤，一個是溫柔甜美的穎寶，另一個則是江湖人盡皆知的趙小刀。所謂趙小刀，並非刻薄，而是他說話直，不繞彎，情緒真實，不刻意營業。在某檔早期綜藝中，趙麗穎與劉宇寧同車而坐，彼時的咖位差距、行業地位幾乎是肉眼可見的。那時的趙麗穎早已是能獨立扛劇的頂流女演員，而劉宇寧還處在人生轉折點的上升期，更多人認識他是因為唱得好，嗓音有故事。面對這位前輩，劉宇寧顯然有些拘謹。然而就在看似平靜的交流中，趙麗穎忽然語重心長地來了一句："小寧啊，你這個滄桑都寫在臉上了。雙引號。這一句話當場讓劉宇寧 CPU 宕機，鏡頭內外的反應幾乎是同步的，懵、愣、想笑又不敢笑。我知道我唱得着急，但姐姐你也太直接了吧。後來劉宇寧在節目與訪談中多次提到這段經歷，語氣中滿是自嘲與善意的調侃。他說，當時心裡想的是，我知道我唱得有點着急，但你這也太一針見血了吧。雙引號。但真正讓這段互動被觀眾記住的，並不是扎心，而是後續趙麗穎的立刻解釋與真誠補救。她隨即澄清，自己並非想說顯老，而是本想表達，你的臉很有故事感。雙引號。只不過一時口誤，禿嚕嘴說成了滄桑。這份不加修飾的真實，恰恰就是趙麗穎一直以來的風格。她不是那種精心設計話術的藝人，也不是隨時隨地都在控場的綜藝型人格。但正因為如此，她的每一次表達反而更容易讓人記住。從前輩與後輩到彼此欣賞的同行者。如果說這次滄桑事件只是一個略帶尷尬的開始，那麼之後兩人的相處則迅速拉近了距離。劉宇寧很快發現，趙麗穎並不是他最初以為的高冷前輩，她話不多，但待人真誠。她不熱衷社交，卻非常尊重每一個認真做事的人。而劉宇寧也逐漸從緊張拘謹，變成了公開表達欣賞的暖心迷弟。在之後的另一檔綜藝中，兩人再次同台，鏡頭記錄下的是劉宇寧毫不掩飾的讚美與關照。他當場問身旁的周深："你有沒有被姐姐的美顏迷到？反正我迷到了。雙引號。看到趙麗穎略顯安靜，他又立刻關心："你是不是有點冷？雙引號。隨後披肩遞上。這一幕被不少觀眾稱為娛樂圈難得的自然善意。兩條不同起點，卻同樣艱難的逆襲之路。之所以這段互動能引發如此強烈的共鳴，很重要的原因在於，
趙麗穎與劉宇寧本質上是同一類人。趙麗穎從被嫌棄到扛劇女王。趙麗穎出道之初，曾長期被貼上非科班長相普通、不符合女主標準的標籤。她演過配角，跑過龍套，被忽視、被質疑是常態。但她幾乎沒有解釋過自己，只是不斷用作品回應。從《陸貞傳奇》到《花千骨》，再到後來的現實主義題材，她一步步完成了從流量到實力的轉型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扛劇女演員。劉宇寧從直播間到男主角，劉宇寧的起點同樣不被看好。她從網絡直播走紅，被質疑只是網紅；跨界演戲又被質疑不是科班。直到古裝男主劇《一念關山》播出，她用完整的角色塑造，逐漸打破偏見。她不是一夜成名的幸運兒，而是靠時間換認可的慢熱型藝人。為什麼觀眾期待他們合作？當兩條同樣真實、同樣不討巧的逆襲之路相遇，觀眾自然會產生期待。不是因為炒 CP， 而是因為他們身上有現實的重量。如果合作，他們演的不是完美人設，而是有來路、有傷痕、有成長的角色。一個小刀直言卻心軟，一個經歷寫在臉上卻依舊溫柔。這樣的組合本身就具備故事性。網友熱議不斷，不是嘴毒，而是強者之間的相互識別。隨着劉宇寧在節目中再次提及當年趙麗穎那句滄桑都寫在臉上了，相關片段迅速在社交平台上被翻出，引發新一輪討論。出乎不少人意料的是，評論區並未出現大規模爭議，反而呈現出高度一致的理解與好感。不少網友直言，這不是一句失禮的評價，而是一種同路人之間的識別。滄桑不是顯老，是有故事，成為高讚共識。在相關話題下，一條高讚評論寫道：滄桑從來不是貶義詞，那是被生活打磨過的痕跡。雙引號。另一條獲得大量認同的留言則表示，沒吃過苦的人看不出滄桑，吃過苦的人一眼就懂。雙引號。網友普遍認為，如果這句話出自別人之口，或許會被解讀為不夠禮貌。但從趙麗穎這樣一路從底層摸爬滾打出來的演員口中說出，反而更像是一種基於經歷的共鳴。有人總結得十分精準，他不是在評價外表，而是在看懂一個人的來路。雙引號。網友對趙麗穎的評價：趙小刀，但刀刀不帶惡意。關於趙麗穎趙小刀的標籤，也再次被網友拿出來討論，但這一次，更多人選擇為她證明。趙麗穎說話確實直，但從來不陰。她的刀不是為了傷人，是不愛繞彎子。雙引號。不少網友表示，正是這種不包裝、不油滑的表達方式，讓趙麗穎在娛樂圈顯得格外真實。她不太會說場面話，但她從不說假話。雙引號。甚至有人調侃，如果趙麗穎哪天開始誇人誇得滴水不漏，那才不正常。雙引號。對劉宇寧的評價，臉上寫的不是滄桑，是一路走來的痕跡。在劉宇寧身上，網友們也表現出明顯的認可與心疼。許多評論指出，劉宇寧的滄桑感並非負擔，反而是他區別於其他藝人的獨特氣質。他的臉確實有故事感，很適合唱歌，也很適合演戲。雙引號。不是所有男藝人都需要少年感，有些人天生適合走過風雨的角色。雙引號。不少網友認為，正是這種不完美、不過分精緻的外形，讓劉宇寧在古裝和現實題材中都顯得格外有說服力。網友對兩人經歷的對比，都是沒被優待過的那一類。在長評區，不少網友將趙麗穎與劉宇寧放在一起對比，但這種對比並非競爭，而是共情式的並列。有網友寫道：
他們倆有個共同點，都不是一開始就被看好的那種人。雙引號。另一條評論則更直白，一個被嫌棄長相不符合女主，一個被嫌棄出身不夠正統，但最後都靠實力留下來了。雙引號。不少網友認為，這也正是為什麼趙麗穎會一眼看出劉宇寧滄桑的原因，因為她自己臉上也寫過同樣的東西。雙引號。關於後續互動，網友直呼這不是營業，是自然流露。對於後來劉宇寧在綜藝中對趙麗穎的關照與讚美，網友們也給予了高度評價。評論區中頻繁出現類似聲音，這不是刻意捧，是發自內心的尊重。雙引號。他是真的把他當值得敬重的前輩。雙引號。尤其是送披肩的細節，被不少網友認為是下意識的體貼，這種動作演不出來，只能是習慣。雙引號。網友送上祝福，各自走花路，也期待有一天並肩。在討論的最後階段，評論區逐漸從回顧往事轉向對兩人當下與未來的祝福。高頻出現的留言包括：各自事業都越來越穩了，真的替他們高興。雙引號。不一定非要合作，但如果合作，一定值得期待。雙引號。就算只是同行人，能彼此欣賞已經很難得。雙引號。甚至有網友寫道，他們本身的人生經歷就已經是一部現實勵志劇。雙引號。結尾網友共識，滄桑不是缺點，是走到今天的證明。雙引號。這或許正是那句無心之言之所以能被反覆提起，卻依然溫暖的原因。結語：優秀的人總會彼此照亮。娛樂圈從不缺熱鬧，卻很缺真實。趙麗穎與劉宇寧之間沒有刻意設計的親密，沒有流量算計的互動，只有一次次自然發生的尊重與欣賞。也正因此，才顯得格外珍貴。或許合作還未到來，但他們各自的人生劇本早已足夠精彩。至於未來，如果真的有那麼一天，趙小刀與暖心迷弟在作品中並肩而立，相信觀眾已經準備好為這份真實買單。你期待嗎？